多色成型板件是新时代黑科技？只听说过 HG 有144的比例，30年前的万代有多狂野，你可能根本不知道。HG 模型在如今很多玩家的眼里，已经快成为低端产品的代名词了。尤其对一些几乎没有拼过 HG 的人来说，这个级别的模型啊，好像就是给很入门的小孩子所准备的。而要想体验万代的各种黑科技，还得买 RG、MG、PG。尤其是他们的衍生产品线，如 MGEX 啊、MGSD 啊、PGU 啊啥的。可是抛开 HG 至今仍然是万代最主力的拼装产品线之一不谈。如果把目光放到30年前 ，HG 可是当时最高规格的拼装产品线。正如它的全称 High-Grade， 它设计的初衷可是要成为高端货代名词的。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这款，在现在看来可能平平无奇，但在当年万代可是花了很大心思推出的产品1:100 HG 闪光高达。当然了啊，这里我还顺便配了一个日升高达，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嘛。咱们先来看看这款产品的一些亮点。首先要说的肯定就是这个多色成型板件了。其实早在1990年，万代就发售过这种产品了，正是最老的那一批 HG。而这款闪光高达则是通过1:100 HG 这个概念，将 HG 上的多色成型技术带入1:100这个比例中。当然了，它不是第一个，微高达是要比它早1年使用这个产品思路的，不过啊，也就相差1年，算得上是一个时代的产物。要知道，在此之前，1:100比例高达拼装模型都是这种画风的。你把自己想象成那个年代的人，当你看到这么个大比例且分色精细的模型，能不喜欢吗？这就不得不说这款模型另一个亮眼之处了，那就是1:100的比例。不是说这个比例很少见，而是万代把研发 HG 的心思也用在1:100这个比例上了。可以说啊，95年的 MG 诞生，也是离不开这些1:100 HG 的商业成功给万代带来的信心的。顺带一提啊，那年头万代可还是出过 HGEX 1:60这个产品线的，你就说当年的 HG 路子有多广吧。最后一个亮点就是闪光高达机设所自带的爆甲结构，在这款模型上，居然绝大多数的爆甲结构都是由可动关节来实现的。在当今看来可能没啥，但在当年这可是相当可怕的细节处理。而且据我所知啊，最早以爆甲为卖点的高达，应该就是闪光高达了。高达武斗传作为首款非 UC 系的高达 TV 动画，里面是有着相当大胆的创新的。也正因为太大胆了，4月1日武斗传刚播出时，很多高达老粉丝啊，以为这是万代和日升给他们开了一个小玩笑，直到后面每周都在播送，大家才发现原来他们是认真的。这部作品啊，其实也是相当有意思的。如果哪个小伙伴没看过呢，强烈推荐上下班通勤啊什么的，挤出一点时间看看。这里可能有的小伙伴发愁了，手机看视频套餐太贵，流量不够用怎么办？中国电信新出的星窗卡一定能让你感到惊喜，每月95G 流量，19元月租，换算下来1G 只要0.2元，每月还有100分钟通话。现在去视频评论区办理，还连续赠送12个月的视频 APP 会员。接下来的1年，你就是各种追剧小伙伴的异父异母了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首充活动有2个，一个是首充50送50元，一个是首充100送120元，而且都享受每月免月租的福利，分别做到前半年19元和首年19元，之后恢复至29元。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参与即可。每个月拿出1顿外卖钱，就可以实现1整个月的流量自由。我愿意将它称之为最便宜划算的分期产品。可能有的小伙伴手机卡用了很久不想换卡，那么把主卡套餐费用降低，然后办理这张星窗卡作为副卡，可能会比之前只用1张卡性价比更高哦。而且有了副卡，还可以开通各种软件的小号啦。有缺的小伙伴可以点击视频置顶评论的链接，尽快领取。来，咱们接着说说爆甲结构。头部天线的爆甲全部由可动关节来完成，这一点说实话啊，我当初做完了真的是感到很惊艳。要知道这可是1994年的模型啊，再看看那年头的模型精度啊，能做到不用替换件，真的相当可以了。不过可惜的是，脸颊部分的爆甲依然需要替换件，但想想那个年代技术水平，这反而才是正常发挥了。肩甲部分则是采用了滑槽结构，虽然不咋丝滑，而且内衬的金色还需要铝箔贴纸，不过有就比没有强。同时期推出的144闪光高达，肩部的爆甲就需要单独购买配件包才能实现。手臂外甲则是一个简单的2段关节，小腿外甲也是简单的外拉展开结构。但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个深蓝色外甲分件摸上去有一种麻麻赖赖的感觉，就像柏油马路的那种粗糙感，手感是非常独特的。也不知道是不是跟机设有什么关系，补色贴纸数量不算很多，主要就是头部监视器部分、肩甲金色内衬、手臂外甲上的2个白色凸起，以及前裙甲和脚踝甲上面的大面积黑色结构。在那年头啊，已经算是非常少了。
可动方面的表现跟大家预期的差不多，头部就是一个球形关节，曲轴90度，前踢接近90度，侧踢45度，后踢角度很小，屈腿超过90度，脚踝的前后接地还不错，侧摆就很一般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手指采用了后来 MG 常用的311可动手，只不过大拇指是定死的。背后的合体载具可以拆下，不过里面是无人机就是了，也可以简单变形还原载具形态。喷口也是有独立的可动。配件方面提供了一长一短2个光束军刀，是刀柄和刀的特效件一体的，全透明，也是那年头的常规操作了。我觉得总比那种刀柄和光刀都是实色的要强。接下来再来看看旭日，作为闪光高达改造出来的机体，大体结构肯定跟闪光差不太多，只不过配色上略有不同。武器方面增加了长柄剃刀，也是日本习武女性的标配武器了。另外呢，还有一把枪和一个弓，以及一个集成在弓上面的盾。背部则是改成了可挂载剃刀的样式。最大的卖点就是手上的弓，将盾牌卸下，调整一下射击口，然后将2个弓杆旋转方向，就可以还原弓的造型了。放在那个年代，这个变形机构也是很亮眼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款模型的简单介绍了。作为处于万代拼装产品升级的关键期所生产出来的模型，可以看得出万代在他们的身上是用了不少的心思的。产品的革新不仅对那个年代玩家来说是一种喜悦，对于现在的玩家来说，通过拼装这些老模型也能体验到不少旧时代的乐趣。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入一个收藏哦。OK， 今天视频这么多，喜欢小伙伴点亮上头投币，我们下次再见。